所有战争中，短兵交接的巷战是最为猛烈难打的形式之一。BMPT 战车则是专为巷战而设计的，它的研制背景是2场尤为惨烈和血腥的格罗兹尼巷战。1994年和1999年，俄罗斯和车臣非法组织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爆发巷战，俄军死伤惨重。在1994年进攻格罗兹尼的当天，由俄罗斯军队的第131旅和第81摩托化步兵团进行攻击，第129摩步旅协助。每支队伍都配置有大量装甲武器，步战车、坦克数量足以摧毁一座城市，气势汹汹。而让俄军没想到的是，129旅一进城就遭到攻击，城内巷道上布满路障，还有防不胜防的地雷。129旅很多装甲武器被毁坏，士兵只能暴露在对方的视线中。车臣非法组织借助建筑物掩护，使用狙击枪、火箭炮进攻，129旅最终溃败出城。131旅虽然最开始没有受到任何攻击，一路挺进拿下火车站，最后也因为困在城中得不到支援，几乎全军覆没。第一次巷战，俄军惨败，退出格罗兹尼城，阵亡789人。1999年的第2次巷战，俄军彻底击败了车臣非法组织，代价也是高达1173人死亡。在2次车臣战争中，俄军装备的 BMP-1、BMP-2、BTR-80等装甲运兵车防护能力脆弱 ，T-72、T-80等主战坦克虽然防护能力强，由于主炮仰角低的缺点，无力对付高火力点，根本发挥不了作用。俄军在认真总结了车臣战争得失之后，就提出需要一种防护能力和打击火力都强大，还要适合城市作战的新型战车来充当坦克保镖，于是发展出 BMPT 战车。BMPT 使用了 T-72、T-90坦克的底盘，安装有大量的防护装甲，战斗权重约47吨，比46.5吨的 T-90S 主战坦克还要重。BMPT 炮塔装备有2门30毫米自动炮，射击俯仰角，负5度到正74度，可以使用每分钟200到300发的低射速或者每分钟550发的高射速2种模式。配用弹种有夜光穿甲弹、榴弹、脱壳穿甲弹、夜光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、夜光燃烧榴弹等等，能够有效损伤地面1500米以内的轻装甲和2500米以内的人员，对空中目标有效射程为4000米。自动炮上方还配备有一挺7.62毫米口径并列机枪，炮塔两侧装有4具反坦克导弹发射器，发射的旋风反坦克导弹有效射程为500到8000米，可以打击坦克装甲车辆、建筑物、野战防御工事以及低空悬停的武装直升机等等目标。可见 BMPT 战车的车载火力是非常强大的，还被冠以“死亡联合收割机”的称号。外界指出，俄军很有可能会在北顿涅茨克与乌军进行城市恶战，将 BMPT 战车派往前线，就是为了避